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本周将迎来5月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， 反映出核心通胀连续放缓。美联储预测将在2024年降息至少1次。本周企业财报亮点包括联邦快递、美光科技和耐克。人工智能相关领域表现良好，包括英伟达、超微计算机、博通和美光科技。下一条，随着婴儿潮一代向千禧一代子女转移财富，摩根大通首席营销官建议及早准备。这一代际财富转移预计在2045年将达到84.4万亿美元，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。家庭财富对话可能会引发情绪和障碍，但通过相互沟通和理解，可以缓和这些问题。下一条，拜登和特朗普将于周四首次辩论会面，将对最近的历史提出截然不同的总结。他们对过去7年半经济的看法将极大地影响今年的胜选。雅虎财经提供了一种方法，可以帮助筛选竞选言论。测试您对现任总统和其前任在经济记录方面的5个关键方面的了解。让我们关注《心灵奇旅2》上映第2周再创纪录，以1亿美元票房成绩成为动画电影续集中最高的单周票房，全球票房已达7.244亿美元。下一条， UPS 将其 Coyote Logistics 业务部门以10.25亿美元出售给 RXO。RXO 获得 MFM Partners 和 Orbis Investments 的5.5亿美元股权投资。UPS 将专注于其核心业务， RXO 协助托运人和承运人运输货物。接下来，由于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灾害加剧，美国的房主面临保险费用上涨的困境，部分地区保险费甚至翻倍。下一条，美国国债收益率可能上涨的乐观情绪增长，但一个关键指标显示，对于考虑买入国债的人来说，更长期的利率可能仍然较高，这可能限制美联储降息的能力，对债券构成阻力。下面这条，自雇人士需按季度预缴税款，否则将面临高额罚金。今年的罚款率已飙升至 8%， 平均罚款金额已从150美元增加到500美元。超过1400万纳税人因欠缴估计税款而被罚款，罚款总额达到70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元周一企稳，交易员期待美国通胀路径的新线索，这可能影响利率。而日本当局的言论并没有阻止日元跌回160的整数关口。接下来这条，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 Quant Mutual Fund 涉嫌内幕交易，该基金表示将配合调查，并提供必要支持。让我们关注 USLS 物流公司突然关闭，导致2000多名员工失业。私募股权公司 Ten Oaks Group 为其所有者，未就此发表声明。USLS 在关闭前数月已进行多轮裁员，其保险和安全评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接下来这条，越南咖啡种植业遭遇近1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，导致全球咖啡豆价格可能上涨。一些农民采取巧妙措施保持产量，但国内对下一季收成的预测仍悲观。极端高温导致预计产量下降 10% 至 16%。 下面这条，中国希望欧盟在7月4日前取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，双方已同意举行新的贸易谈判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香港法院将凯撒集团的清算听证会延期至8月12日，为陷入困境的开发商争取时间，制定债务重组计划。凯撒集团已努力重组其2年来逾期12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，开发商希望在接下来2周内签署协议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